王一博的名字，这些年几乎成为娱乐圈里流量和实力并存的代表人物。从舞台上的舞者，到影视剧里的男主角，再到综艺节目的灵魂嘉宾，他似乎无处不在。尤其是在经历了《陈情令》爆红之后，王一博迅速成为资本市场和娱乐产业里的宠。然而，比起大家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明星身份，真正让无数人震惊的，却是他背后的资本逻辑。2024年，有消息称王一博分红高达 4.3 亿元人民币，这一数字让很多粉丝甚至路人都哗然，一个演员，一个偶像，居然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积累，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事实上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片酬高，而是王一博早早就学会了如何在资本和个人品牌之间找到平衡点。他的团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红利，在影视、综艺、音乐乃至代言上全面开花，几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王一博商业闭环。这正是他能从明星变成资本玩家的关键。然而，财富的堆积并没有让王一博失去清醒，反而让他更谨慎地思考生活方式。他选择了一条和大多数明星截然不同的道路，低调到近乎隐形。在娱乐圈，奢侈、豪宅、超跑几乎是明星们的标配。无论是出镜还是社交平台动态，明星们似乎总是乐于展示自己的成功。一栋动辄上亿的别墅，一辆价值千万的超跑，仿佛成为了证明自身地位的标签。但王一博却走出了一条逆行的路。即便账面财富已经高达数十亿，他依旧选择租房子住，不在公众面前频繁炫耀财富。这样的反差感立刻引发了外界的巨大好奇，他究竟在想什么？其实，这背后藏着他对自由和负担的理解。买房虽然是许多人眼中安稳的象征，但对王一博来说，房子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枷锁。作为艺人，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极为特殊，常常需要在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之间奔波。如果花费大量精力在房产上，反而会失去应有的灵活性。换句话说，租房不是没钱，而是对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。对于真正有能力的人而言，居住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身份的证明。隐形富豪这一词汇放在王一博身上并非偶然。他的财富体量足以媲美商界大佬，但他的低调和谨慎却让外界很难窥探到他真实的生活状态。在粉丝眼里，他依旧是那个爱骑摩托、爱跳舞的酷盖；在公众视角，他还是荧幕前冷静克制的演员，但在资本市场，他早已是被高度关注的投资标的。这样多重身份的叠加，才让他被冠以隐形富豪的称号。而隐形的背后，其实是一种战略。很多明星喜欢用豪宅、名表来提升话题度，但王一博选择的却是让财富隐形化，把注意力转移到作品和个人能力上。这样的选择既保护了他不被资本裹挟，也保证了公众对他的纯粹印象。中国人有句老话，安居才能乐业。买房在很多家庭观念中是一种成家立业的标志，特别是在明星群体中，更是身份与实力的象征。但王一博却选择租房，这与传统观念形成了强烈冲突。这种选择的背后，其实是他独特的人生哲学。首先，他并不需要用房产来证明自己已经成功，他的作品与成绩足以说明一切。其次，他更看重生活的轻盈感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要承受的社会压力远大于常人，而租房能让他随时调整生活环境，不被某种固定的空间束缚。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则是他对物质与精神的取舍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财富不在于豪宅豪车，而在于是否能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是否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。这或许正是很多富豪都难以做到的境界。很多人会疑问，一个明星怎么可能拿到如此巨额的分红？其实，这就是王一博的资本智慧所在。在娱乐产业的黄金时代，明星的商业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片酬和代言上，真正的关键在于，他们能否通过参与企业运营、投资股权来实现财富增值。
王一博的团队显然深谙此道，他们没有满足于短期的高额片酬，而是通过与公司深度绑定，将个人品牌转化为资本红利。因此，那惊人的 4.3 亿分红并不是单纯的天价片酬，而是他在资本市场中所收获的果实。这种模式让他不仅仅是明星，更是一个懂得经营的企业家。财富与名气往往是一把双刃剑，越高调，越容易成为流言蜚语的靶子，也越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王一博选择租房，低调生活，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娱乐圈并不缺乏因高调炫富而翻车的例子，很多艺人因为过度展示财富，反而被舆论绑架，甚至影响事业。而王一博则以极强的自律，让自己始终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舆论区间。这种低调不仅仅是性格，更是一种长远的策略。保持神秘感，避免不必要的争议，让外界把焦点放在作品而不是私生活上，这才是他能够持续走红的重要原因。王一博租房的选择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讨论，有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有钱不买房，岂不是缺乏安全感？也有人觉得钦佩，敢于打破传统束缚，活得自在洒脱。这背后的矛盾，其实反映了当下社会对于财富观和生活方式的分歧。在传统观念中，买房几乎是人生必经之路，但在新时代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，房子究竟是资产还是负担？王一博的选择，无疑为这种讨论提供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案例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，真正的安全感，并非来自于砖瓦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坚定与自我价值的实现。作为顶流艺人，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粉丝热议。当租房这个消息曝光时，很多粉丝最初是震惊的，但更多人选择理解甚至守护。他们明白，王一博不是买不起房，而是他有自己的考量和坚持。粉丝们甚至会把这种低调和独特当作偶像与众不同的魅力之一。这种良性的互动让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。他不需要用物质来取悦粉丝，而是通过真实和自律来获得长久的信任。这种模式也成为当下娱乐圈里极为稀缺的清流。很多人以为，所谓财富自由，就是可以买豪宅、开豪车、过奢华生活。但王一博的选择颠覆了这种认知。对他而言，财富自由之后，更重要的是精神自由。他依旧可以在摩托车赛道上肆意驰骋，可以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自己，也可以在生活中保持低调和纯粹。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换句话说，金钱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目的。王一博用他的故事，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。财富可以带来选择权，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在于你如何定义自己的生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炫耀无处不在的时代，王一博的低调选择反而成为一种力量。他提醒我们，不必盲目追逐外在的认可，真正的价值来自内心的坚守。隐形富豪的称号不过是外界的标签，而对于王一博来说，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最自在、最真实的人生。王一博的故事其实抛出了一个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：如果你拥有数十亿财富，你会选择买房享受，还是像他一样保持低调，甚至租房？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。但无论如何，王一博的选择都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：财富并不一定要用来证明自己，而可以成为让自己活得更自由的底气。王一博不仅仅是流量与作品的集合体，他的选择本身也在无声地塑造一种社会风潮。一个明星拿到 4.3 亿分红，却选择租房而非购置豪宅，这种反常的行为会传递什么价值观？在表面上看，这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偏好，但从更宏观的角度，它触及到财富观、消费观以及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。首先，王一博的低调向粉丝和公众释放出一种信号：财富可以用来创造选择自由，而非展示地位。这对于处在消费主义轰炸下的年轻群体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逆向教育，鼓励理性、
追求内在而非外在的成就感。其次，作为公众人物，他的每一个生活选择都会被放大，进而影响媒体议题与社会讨论。媒体若只报道有钱不买房的表象，容易催生对立情绪，